因为这次登仙大会也是那位大人物的接风宴，若是谁能在此次登仙大会得到那位大人物的青睐，便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主人，长生门的门主清玄仙人实力不容小觑啊，您还是小心为妙。我就是你口中的大人物啊！谁说成仙之后只能在人间停留9世，偏要活出第10世？求求我！你醒了，没事吧？是你救了我。天劫累位，果然厉害。纵使我活出第10世，却也难逃天劫。如今虽侥幸躲过天劫，也得封闭63年，方能彻底恢复。你什么第10世？你说什么？我道天道无常，命运弄人。你这个人说话还挺奇怪的。不过，你说的也对，天道无常，命运弄人。或许被逼婚，被逼着联姻，嫁给李明阳，也是我的命吧。此女心地善良，音容颇似故人，又救我一命，必可诱我3年无恙。我有个办法，不但可以让你不再被家里人逼婚，还能得到一场大造化。什么办法？和我结婚，许我为妻。你让我嫁给你？如今我身受重伤，需要封闭6世，昏睡3年方可恢复。所以你嫁给我，只需要照顾我3年，等3年期满，我自醒来。这3年时间，我将以自身气运佑你全家，气势如虹。你这个人还真的挺奇怪的，哪有人第一次见面就让人嫁给你？奇怪，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为什么我总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？与其嫁给李明阳那种人渣，倒不如我答应嫁给你。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。我周白，我许淑妍，今日结为夫夫妻，共誓此生。3年，等我3年，等我醒来，我必许你一世繁华。奶奶，许淑妍她就在房间里呢，她不肯出来呀。今天是王彦辉王少迎娶她的重要日子，由不得她不出来。对不起，周白，我恐怕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了，因为我要嫁给别人了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如果我不能拿下王家这价值10亿的天价订单，非但许家面临破产，奶奶也容不下你。为了许家，为了你，我别无选择。周白，如果你能醒来，那该多好。许淑妍，你不是说3年后的今天，这个废物会醒吗？3年之期已到，他怎么还没醒？奶奶，你能不能再给些时间？许淑妍，3年之前，你为了和我作对，不惜嫁给这个植物人。今天我绝不允许你再忤逆我。婚礼马上开始，王少已经在酒店等着了，马上跟我去酒店，否则我立刻让少杰拔掉这个废物的氧气，让他现在就死在你面前！别吧！嫁。不过奶奶，你要答应我，只要我嫁给王彦辉，你就让周白继续治疗。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事。奶奶！
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希望在荆州再看到这个人。是。兄弟们，送他上路。对不起，周白，我恐怕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了，我要嫁给别人了。如果我不能拿下王家这价值10亿的天价订单，非但许家面临破产，奶奶也容不下你。为了许家，为了你，我别无选择。啊！这个废物居然醒了！醒了又如何？今天他必死无疑！动手！一群蝼蚁也敢动我极道仙尊！没想到他居然真的照顾了我3年，竟敢抢我的妻子！王家好大的胆子！嘿，重修实事，我周白回来了！三魂归位，击破重聚，主人，他出现了！主人，是主人出现了。是师尊，师尊他老人家终于活出第10世了。统传各方势力，为师要在登仙大会上迎接师尊归来。你们若是谁能在大会上得到师尊的青睐，必将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别说，要是王少把许家逼了破产啊，那许家这款龙城秘境的游戏太可惜了。是啊，和兄弟们在里面一起 PK， 打 BOSS 升级爆装备，这游戏玩真的老爽了。是吗？给我看看。小子，今儿是王少和荆州第一美女许小姐的婚宴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识趣点的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想娶我老婆，他姓王的有这个资格吗？哎呀，真是好才主报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哎呀嘿嘿，哼，不愧是荆州第一美女，这脸蛋，这身材，这气势，果然没得说啊！听说啊，这许小姐已经结婚了，而且啊，嫁的还是一个植物人，这怎么又……一个植物人哪配得上许小姐？王少才是许小姐的良配。奶奶，王少可说了啊，只要他跟许淑妍完婚，价值10亿的天价合同就给我许家来做。那到时候我许家岂不是要飞黄腾达了？好，好，好！许淑妍这个赔钱货嫁给王少，果然是正确的选择。游戏继续，有我在，许家只会蒸蒸日上。舒言，我说过，你有我3年无恙，我许你一世繁华。现在是时候兑现我对你的承诺了。请问新郎，您愿意迎娶你的新娘许淑妍女士作为你的合法妻子，无论贫穷或富有，都呵护她一生一世吗？我愿意。许淑妍，为了一个植物人躲着老子，装什么贞洁玉女？今晚，那么，请问新娘愿意嫁给你的新郎王彦辉先生，作为他的合法妻子，无论贫穷或富有，都与他终生相守，永不分离吗？我不啊！许淑妍，你最好考虑清楚，你们许家还有那个植物人。周白，对不起，我不同意。周白，你醒了。舒言，这3年委屈你了。
不过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这是许家那个植物人赘婿，他居然醒了！王少向来睚眦必报，这家伙敢抢王少的婚，他死定了。徐老太君，你不是说他是个植物人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王少放心，老身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奶奶，既然周伯已经醒了，要不然……一个躺了3年的植物人，就算醒了，也是个废物。哎，奶奶，这样，既然醒了，就把这个协议签了吧，让舒颜好清清白白的嫁给王少。老太君，你确定吗？怎么还想赖在我们许家不走？就是啊，我劝你啊，赶紧的乖乖听话，赶紧和许淑妍把这婚给离了。或许，王少还可以放你嘛。王家，在我眼里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一个躺在床上当了3年植物人的废物，也敢小觑我王家？王家那是荆州的豪门，更是万宝商会的成员，那掌握着荆州数不尽的商业资源呐。而你只能靠着我们许家养着，有什么资格跟王少斗？你口口声声骂我是废物，说我不如王家，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的身份。你若知道我的身份，定当敬我如神明。什么？敬你如神明？我看你是躺了3年，当了3年的植物人，这个后遗症太严重，脑袋坏掉了吧？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出这种大话，呀，简直可笑至极，可笑至极！来人，快把这个疯了的废物送到精神病院去，省得他在这儿胡说八道。周白，你别乱说话。王少他，我说的是事实，10亿订单而已，在我看来根本不值一提。即便是你王家，在我眼里也如蝼蚁一般。你简直无药可救！王少何等身份，王家何等存在？价值10亿的订单不算什么，那要是再加上进入万宝商会的资格呢？万宝商会是荆州首富沈三千所创立的，掌握着荆州13城所有的商业资源。王家正是因为加入了万宝商会，才能够有今天的地位。沈三千，没想到当年那个替我打理世俗产业的小家伙，竟然都这么厉害了。万宝商会沈三千，那你可知，即便是沈三千见到我，也会敬我如神明。我一句话，便可让你王家从万宝商会除名。你竟敢说出如此大话！老太君，此事若是传入沈会长耳中，即便是我也保不住你们许家。许淑妍，你难道让我老婆子给你下跪求情吗？你才肯罢休？奶奶，淑妍，我曾经说过，你诱我3年，我必许你一世繁华。现在也是时候兑现承诺了。一穷2白，口气都挺大。既然老太君不相信我说的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他王家给得了，我能给；他王家给不了，我照样能给。沈三千，我在荆州酒店速与许家注资100亿。哎呀，这装备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等我摇人，先让你们跪下唱征服。爷爷，你把这个游戏买下来送。沈三千，我在荆州酒店速与许家注资100亿。是主人，快立刻给许家注资100亿。另外，携厚礼马上到荆州酒店。是。爷爷，我们沈家乃是荆州第1大家族，您更是贵为荆州首富，掌控荆州13城所有的商业资源。您口中这位主人是荆州首富，万贯家财，万宝商会。爷爷今天用的这一切，金钱、地位、财富，都是主人赐予我的。
你现在可知道主人对我意味着什么？家主对许家的百亿注资预计5分钟到账，车已经出发。100亿，你知道100亿有多少吗？这个废物啊，简直要笑死我了！你知道沈会长是你的手下吗？啊，会对你言听计从吗？5分钟，5分钟之内，沈家对许氏集团100亿注资就会到账。周白，你别乱说。小子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沈会长可是执掌荆州13城所有商业资源的大人物，而你一个蝼蚁，竟敢如此大言不惭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周白，你自己找死，可千万别拉上我们许家。哎呀，对啊，王少，这个废物已经跟我们许家没有关系了，被我奶奶已经赶出许家了。若是日后沈会长追究起来，害我王少美言几句啊！放心，晚上乖乖把他送到我床上，届时我一定会在沈会长面前帮你们美言几句。嘿，得嘞！待会儿你就知道，现在的你到底有多么可笑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倒是要看看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跳梁小丑。还有3分钟，3分钟后，许家的100亿注资若是没有到账，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惨。周白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王家你惹不起的。舒言，你放心，这个世上还没有我惹不起的人。还在这狂呢？我看你不知道死怎么写，你那个公司财务经理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这废物真有能耐，让沈氏集团给我们许家注资100亿？接电话。哦，奶奶，咱们公司得到了沈氏集团的100亿注资。老太君，这肯定是弄错了。100亿注资，就算是我们王家也不可能拿得出来，更何况这个废物。这该不会是沈会长知道王少今天和我们家舒言大婚，所以特意给我们许家送的大礼？哦，对，是这样的。嘿嘿，王少，是这样的吧？当然，除了我们王家，放眼整个荆州，还有谁有这个能耐？愚不可及。万宝商会沈会长到。沈会长居然亲自来参加王少的婚礼，看来我许家要一飞冲天了。沈会长，刚才是您让人给许氏集团注资100亿。正是。哎呀，奶奶啊，看来王少真的是出了不少力啊。老身在此谢过王少。好说好说。沈会长，这儿有个人吧，对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敬。他说了，您来了之后啊，不但对他是言听计从，还得乖乖给他跪下，敬他为主，奉他为神，就是这个货。岂止啊！此人还说，只要他想要，即便是沈小姐，你也会乖乖奉上。哎呀，沈会长啊，对付这种货色，根本不配您亲自出手。小的呀，愿意为您效劳。嘿嘿嘿。哎呦，不是，沈小姐，你是不是打错人了？这是他亵渎您啊！沈小姐，我证明，这个家伙非但对您出言不逊，甚至还折辱沈会长。我建议你立刻下令打断他的双手双脚，以儆效尤。都给我让开！小子，你完了！沈会长亲自出手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沈会长，我丈夫昏迷了3年，才刚刚醒过来，
老子不太清楚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三千，参拜主人。三千，参拜主人。这怎么回事？沈会长可是荆州首富，竟给这废物跪下，还称呼什么主人？沈会长，这个废物就是许家的那个植物人赘婿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周先生无礼？沈小姐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个废物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他就是那个赘婿呀！混账！你再敢对周先生有一句不敬，当心我扯掉你的舌头！周先生，请允许三千替您处置。吩咐下去，即刻将王家在万宝商会除名，取消王家一切投资资格。荆州的13城，若有谁再敢跟王家合作，那就是对我沈三千，对万宝商会的不敬。沈会长，我错了，您再给我个机会，我一定改。沈会长，我错了。哎呦，周先生，您对处理的结果满意吗？周白，我已经认错求饶了，难不成你非要拼个鱼死网破不可吗？鱼死网破，你也配？看来我对你惩罚轻了。清雪，让人打掉他的双手和双脚，再摘掉他的舌头，我要让他这辈子都记住今天的日子。是谁要断我儿双手双脚，还要拔掉他的舌头啊？爸，我们王家要完了！谁说我们王家要完了？沈家不过就是掌握了荆州13城些许的商业资源而已，还真把自己当成东西了。在真正超然的势力面前，别说你区沈家，就连京城的豪门望族都得乖乖的俯首称臣。这世上还没有什么人或势力能入得了我的法眼。哦，你可知这世上有一个地方叫做活人进入，死人进出？活人进入，死人进出，难道是……奶奶，王家主就说那地方到底是啥地方？王家主口中所说，莫非是传说中的能掌控生死之术的药王谷？你还有些见识。我这么多年花费了许多人力物力，成功的找到了药王谷，并且拜在了药王谷的门下，成为了药王谷世俗弟子。什么？药王谷世俗弟子？王家岂不是等同于药王谷世俗代言人？还算你有点见识。那我们王家岂不是要发达了？何止发达，以后整个荆州13城都得姓王，以后这荆州首富的位置也该换人了。这个药王谷是个什么地方？这药王谷乃当时药王李长京所创，据说药王大人拥有让人起死回生的逆天手段，即便是京城的豪门世家，对药王大人也是十分敬佩，奉万金，只为了求得药王大人出手一次的机会。有意思，想不到当年追随在我身边的那个小药童，竟也成长到这种地步。周白，就算你认识沈三千又如何？我们王家背后可是药王谷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拿什么跟我王家斗？靠谁也不如靠自己。我现在是药王谷的世俗弟子，也是药王谷的世俗代言人，看不起王家，就得
你是看不起药王谷？傍上了药王谷，王家这下真的要一飞冲天了。岂止啊！药王谷掌握逆转生死之术，王家主又是药王谷世俗弟子，那日后向他求医问药的达官显贵，还不得把王家主的门槛踏破？那以后，整个荆州13城，岂不是要看王家的脸色？小子，刚才就是你说要打断我儿的双手双脚，还揪断他的舌头，是你小子吧？王家主，你别跟周白一般见识。区区一个药王谷世俗弟子，也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？小子，你敢瞧不起药王谷？即便是创立药王谷的李长青，他在我眼里也不过是尝过几味灵药，勉强懂得一些药理的门外汉吧。至于你，周白，你竟敢对谷主不敬，你有取死之道！这个废物，竟敢在药王世俗代言人面前大放厥词，死了也活该。是啊，没错呀。周白，你少说点话好不好？舒言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小子，怎着？说完大话就躲在女人屁股后边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啊！那如果我要是告诉你，就连京城100年世家的叶大小姐亲自来到荆州找我来医疗顽疾，那你还不得被吓得屁滚尿流啊？莫非是传说中那个背后有仙人庇护的叶家？不错，仙人庇护。废物，听到没？京城叶家背后可是有仙人庇护，跟叶家相比，沈家还有万宝商会，连个屁都算不上。叶家明日会在荆州举办私宴，待明日我医治好叶大小姐的顽疾，非但与叶家攀上关系，说不定还有机会接触到传说中只有仙人才能修炼的长生不老之术。长生不老之术，那可是不亚于逆转生死之术的仙人手段呐！而我王家二者皆得，届时放眼整个荆州13城，又有哪一家还敢不尊重我王家？趁我儿子现在还看得上他，明天乖乖的把他送到我儿子床上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则哼！徐朱颜，回去好好想想，你该怎么选。至于他，你就祈祷我心情好，能留你个全尸吧。许家能不能活，看你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周白，今晚就离开荆州，不管去哪儿，这辈子别回来了。跑？他跑得了吗？他？许舒言，你要不想害死我们许家，就远离这个废物，马上跟我向王少赔礼道歉，给我走，赶紧走！哎呀，走走吧，走吧！王耕耘与药王谷竟然有如此关联。药王谷成立多年，药王李长青凭借绝顶医术，不知道结交了多少权贵，说是人脉通天也不为过。他若是……爷爷，我们的地位皆是周先生所赐，这时候我们岂能容许周先生受此欺辱？那是当然。药王谷若是……你们在说李长青？他只不过是在我身边学些皮毛罢了。难道您是药王李长青的师傅？他只不过是我当年身边的一个小药童，算不上是我的入门弟子。我的天！哎呀，先生有如此通天手段，倒是3000多虑啊！叶家背后有仙人庇护，
若是这个王耕耘治好了叶小姐的病，与叶家背后的仙人染上了关系，这个叶家很厉害吗？京城叶家背后乃是天下第一仙门长生门，据说门长清玄仙人练就了长生不老之术，掌握了仙人手段。先生您，清玄仙人，小玄子。周先生，您笑什么呢？难道您还认识清玄仙人？你们口中说的清玄仙人，只不过是我当年一个小道童罢了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您是仙人之师？周先生这般人物，说是我能……我还有一件事要交代你去办。许家多是目光短浅之人，我要你暗中帮助舒颜，掌控整个许家，避免让他再被人败。请周先生放心，万宝商会定会鼎力相助许小姐。这就是京城百年世家的底气嘛！一个小小的私宴，竟然汇聚荆州13城这么多权贵。那是啊，京城叶家那是百年世家，背后更有仙人庇护。如若今天王家主能够医治好叶大小姐的顽疾，那日后在京城，王家看上的所有东西，那都得是王家的。天上掉下来的钢镚，那也得姓王。许淑妍，今天晚上你就一个任务，给我把王少陪好。王家一旦攀上叶家，那可水涨船高。就凭王少的身份，可比你那个废物强1000倍万倍。还是老太君有眼力了。王少，许淑妍干什么呢？赶紧陪王少去啊！哎，许老太君啊，不，奶奶放心，我呀一定让你尽快抱上重外孙，害羞了。奶奶，听见没？你呀，马上就要当太奶奶了。王彦辉，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这个废物把王少胳膊拧断了，快给拉开，快呀！周白，你这个废物，王家是你得罪不起的，赶紧给我把王少放开。是吗？那我偏要试试看。周白，不要！你要是再敢欺负我老，我就要你的命！许家废墟，谁给你的勇气敢跟我王耕耘的儿子这么讲话？是吗？你要是早点来的话，还能看见我打断他的手。你这个废物啊！你自己找死！你别打扰我们许家。王家主，这个废物已经逐出许家，一切行径与许家无关，还望王家主明鉴。今日来参加夜市私宴，哪个不是荆州各界的顶流？又有哪个不是你需要仰望的大人物？而你周白，今天竟在这种场合敢对能救治叶小姐的王家家主大放厥词，你把许家推到如何境地？你简直是……去一边去！许淑妍，你看看周白给奶奶都气成什么样了都！赶快把他这个废物给我撵出去！周白，要不然你先出去，现在……老太君，你怎么就这么确定我周白你就治不好叶大小姐？什么？你说你能治好叶大小姐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很难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一个许家废墟，竟敢大言不惭，在我爸面前妄谈医术，你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我爸那可是药王谷世族弟子，在药王谷修行多年，
放眼整个荆州13城，除了我爸，还有谁有这个本事能治好叶小姐？至于你，一个躺在床上当了3年植物人的废人，也敢质疑我爸的医术？我看你是不把药王谷、不把药王大人放在眼里。周白，你少说2句，得罪了药王谷，即便是沈会长，他也救不了你。药王谷，就算是李长青亲自过来，他也得乖乖的给我下跪，然后清理门户，让王家彻底从荆州消失。敢对药王大人不敬，真是罪无可恕。药王大人何许人也？想当年我在药王谷修炼之时，曾亲眼得见世俗中多少顶级权贵携带重金厚礼，长时间下跪，只为了见药王大人一面。而你一个许家废墟，大放厥词，竟敢如此侮辱药王大人，我看你这是在找死啊！什么事让王家主如此大动肝火？是新谷，好歹毒的手段。叶小姐，此人先是质疑我父亲的医术，继而又对药王大人不敬，甚至还扬言说要让药王大人给他跪下磕头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我们正准备命人将他给赶出去呢。王家主是药王谷在人间的代言人，又是药王谷的世俗弟子。今日我在荆州设下私宴，便是想请王家主，亦或是其他有能之士，替我根治顽疾。你既然敢质疑王家主的医术，莫非你也懂医术？叶小姐，您千万别相信这个废物的鬼话。他一个许氏废墟，就连他自己也是在床上躺了3年，当了3年的植物人。说他懂医术，就连我家旺财听了都得笑3天。谁说我不懂？小子，刚才叶小姐不在，你装装也就算了，现在叶小姐来了，你还敢装？是当真不把叶小姐、不把叶家放在眼上吗？若是足下真的懂医术，不如对我的病症说出1、2。叶小姐虽然身怀顽疾，但叶家却从未向外透露过具体的病症。9百，如果你答不上来，那你就是信口胡诌，不把叶家、不把药王谷、把药王放在眼里，不死难辞其咎。对，只有以死谢罪，才能简单弥补你之前犯下的罪过。此人倒是颇具胆识，就是不知到底是确有其能，还是虚张声势。周白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他一个废人能看出？叶小姐是不是时常心如刀绞，而且每发作必定痛苦不堪，生不如死？叶小姐，周白他说的对吗？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误打误撞看出点端倪，还以为自己真的会医术了。治病救人可不是儿戏，一惹出什么乱子，最后只能误人误己。就是废物，知道怎么治吗？对于他来说，或许难如登天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易如反掌。易如反掌，治病救人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运气好也不能当饭吃啊！出了错会死人的。叶小姐千金之躯，哪能让你这种低贱之人为她诊治呢？万一整出……你当真能治？你若是只会嘴上的功夫，那就别怪我不给许小姐面子了。叶小姐，您万金之躯，万一……那就杀了。叶小姐，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一个躺在床上3年的植物人，他能懂什么医术？而王家主深得药王谷的真传，要说这世上能治好您的，那绝非王家主莫属啊！小姐，要不然先让王家主试试看。你这病他治不了。小子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爸师出药王谷，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他治不了的病症？不错，世上疾病有万千，能难得住王某人的还没有几个。叶小姐情况特殊，别说你是药王谷世俗弟子，就算是李长青他亲自来了，他也治不好。
小子，少在这危言耸听了！药王大人何等身份，也是你这种卑贱之人可以妄议。不错，药王大人不但医术绝顶，更掌握了起死回生的逆转生死之术。如果连他老人家都治不好，那普天之下有谁能够治好叶小姐？你这个废物，不要在这惹是生非了啊！照你这么说，这世上就无人能治得好叶小姐的病了。老太君说的没错，叶小姐的症状，这世上的确无人可医。切！哼，这是南宫家族的少爷，南宫爵。南宫家族可不亚于叶家的存在，他来做什么？哟，倾城，好久不见啊！南宫爵，你怎么会来荆州？听闻你来荆州寻医问药，于是呢，我就马不停蹄的赶过来。哎，这位楚神医可是我费尽心思从药王谷请来的。哎，他要是出手，绝对能让你药到病除。见过小姐。又是药王谷，我正是得知荆州王家家主曾在药王谷学过医，所以我才来荆州求医的。荆州王家？什么小门小户啊？荆州还有药王谷的弟子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楚神医，小的有幸在药王谷当过几年采药的徒弟，也算是采药弟子，那不就是奴仆杂役吗？一个仆人杂役，还敢顶着药王府的名头招摇撞骗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你说，倾城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们王家有几个脑袋赔？小人不敢呐，小人不敢。赶紧从本少爷眼前滚出去，否则本少便将你们王家从荆州除名。谢谢南宫少爷，谢谢南宫少爷，快走快走。哎，倾城，我记得叶家主说过，只要有人能治好你的顽疾，叶家就会赐予那人一个登仙大会机会的名额。你果然是为登仙大会而来啊！什么登仙大会？不是奶奶，什么是登仙大会啊？登仙大会乃是天下第一仙门长生门，每10年举行一次天才选拔，只有根骨齐家的人中龙凤，才可能被长生门看中而登入仙门，修炼传说中的长生不老之术。这登仙大会2字便出自于此。可以啊，老太太，你懂得还挺多哎。但是啊，你被 out 了。这次的登仙大会除了选拔天才之外，还有一位大人物今天将会到来。大人物？什么人能担得起南宫少爷您一句大人物？这个呀，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的是，谁能得到这位大人物的青睐，便能一步登天呀！真正做到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难怪王家还有南宫少爷他们想方设法的治好叶小姐，没想到叶家是登仙大会的名额做报酬。我呢，已经拿到了这次登仙大会的名额。我这次来是为了倾城。南宫少爷，你能把药王谷的楚神医请来，必定能治好叶小姐的病。您看您能不能把另外一张登仙大会的名额转让给我们许家？给你们许家呀？对，反正已经有另外一张名额了。看在你们把我舔得这么舒服的份上，让给你们也不是不行啊。不过这次登仙大会的名额这么珍贵，那我不能白给你们。
这长得倒是挺国色天香的。虽然这身份差了点吧，但是要是作为我的田房小妾，勉强也算够格。南宫少爷，你看上我们家舒颜，别说是田房小妾，就是为奴为婢，那也是他的福气。南宫少爷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不，南宫少爷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这个废物早就不是我们许家的女婿了。许淑妍，赶紧去南宫少爷左右伺候着。许淑妍，你可想好了，能被南宫少爷看上，那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，你别不知好歹。哎，还是你们两个会来事儿啊？这日后本少爷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把你的脏手拿开！我看这次登仙大会的名额你们是不想要了。你这个废物，还嫌把我们家舒颜还不够惨的吗？老太君，你把舒颜推给这种人，那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。南宫少爷，你有所不知，刚才就是这个不懂半点艺术的家伙，非要给叶大小姐看病啊！还说了，叶大小姐的病无人可治，无药可医呀！小子，敢在这种场合坑蒙拐骗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位大人。废物！我看你真的是疯了啊！能被南宫少爷相中的大人物，那是超脱世俗的存在，你有什么资格冒充这种存在？即便是我们南宫家和叶家这样的世家，在那位大人物的眼里都不值一提。像你这种蝼蚁，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不仅如此啊，南宫少爷，他还说了，即便是药王李长青亲自出手，也治不好叶大小姐的病啊！我以为你是一个坑蒙拐骗的骗子，可没想到你是一个脑瓜不正常的疯子。这楚神医不仅是药王大人的亲传弟子，也得到了药王大人的真传，更是得到了扭转生死之术。不错，只要有在下，就能确保叶小姐万无一失。就连李长青都不敢说自己掌握了逆转生死之力，你敢夸下海口？在下虽不全得师尊大人的真传，但医治叶小姐的顽疾，还难不倒在下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愚昧，我笑你无知，我笑你蠢笨如猪，笑你草菅人命。对楚神医无礼！别说是他，就连李长青战骂竟敢如此辱我师尊，你是不想活了是吗？你信不信？我只需要一句话，就能让你口中高高在上的药王李长青乖乖跪在我面前，为主。真的假的？李长青，我只给你5分钟时间，立刻来叶家公馆，过时不候。李长青，我只给你5分钟时间，立刻来叶家公馆，过时不候。快，即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叶家公馆。小子，我看你是装上瘾了吧？5分钟还让药王大人来见你？别吵了！既然此人说我无人可医，无药可治，那便请楚神医为我诊治，届时一切谎言便都会不攻自破。叶小姐说的有道理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我跟你说，等楚神医医治好叶小姐的病，我看你还怎么装！气血淤堵导致全身经脉不顺，若只梳理气血，则淤堵会更加的严重。那楚神医可有根治之方？当然，在下这便施展手段。干什么呢？你想用5行通脉针给他疏导气血，打通经脉？你居然知道5行通脉针，我倒是小瞧了你呀！
不错，小姐全身淤堵，唯有以五行通脉针打通经脉，方可痊愈，否则全是枉然。我劝你最好不要这么做。我呸！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谋害倾城吧？想谋害叶小姐，是你。哎，小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的。我怎么可能谋害倾城呢？够了，都别吵了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你说我无人可医，无药可治，现在楚神医查出我的病疾根源，要为我彻底诊治，你为何又要百般阻拦？即便我叶倾城必死无疑，但总要试一试吧。治病救人讲的是对症下药，他连叶小姐情况都不清楚，怎么知道？笑话！我既然能看清叶小姐的急症所在，就有把握能治好她。楚神医是药王大人的亲传弟子，医术精湛不说，他更是掌握了逆转生死之术。就你这个蝼蚁，有什么可质疑的？你连叶小姐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，还妄称神医？我看你是庸医差不多。你好，那你说说看，叶小姐究竟是患了何种急症？她没病。奇怪，他怎么知道叶倾城没病？胡说八道！倾城要是没有病，他何必这么大费周章，甚至还不惜拿出一张登仙大会的名额？叶大小姐千里迢迢来荆州求医，你居然说叶大小姐没病？倾城，此人没有真才实学那就算了，他竟然还在这胡说八道！要我看啊，就应该把他的双手双腿都给打断，把他的舌头连根拔起，让他以后别再胡说八道。周白，你屡屡污蔑他人，折辱楚神医与药王大人。本来我念在你也是为了我的病情着想，不予计较，但你三番五次的阻止楚神医为我医治，现在居然还说出我没病这种无稽之谈，我叶小姐，当心！许小姐，周白并非良人，我劝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由你们。叶小姐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你们都是帮凶，是草菅人命的杀人凶手。劳烦楚神医出手，为我家小姐根治顽疾。劳烦楚神医了。好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命只有一条，叶小姐出了什么意外，不但她要死，你也难逃其咎。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倾城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我感觉气血通畅无比，心脉也再无半分滞涩。楚神医乃药王大人的亲传弟子，手段果然不俗啊！刚才是谁说的？说倾城无人可医，无药可治啊？叶小姐，周白他没有犯什么实质性的错误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原谅他这一次。徐小姐，周白他并非良人，所以他不值得你为他求情。叶管家，赶紧跟你家小姐准备后事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疯子，你个许家废墟，竟敢三番五次诅咒我家小姐！周白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，无可救药！死鸭子硬！今天本少爷就给你点颜色瞧瞧！动手！是个练家子，但是碰见本少爷了。老身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南宫家乃是武学世家，南宫家主更是世俗一代高手。俗话说虎父无犬子，南宫少爷至少也是武道宗师啊！什么？武道宗师？没错，本少爷早就是武道宗师了，放眼世俗，那就是无敌啊！你小子确实是有点本事，但是在本少的眼里，你压根不值一提。你，受死！就凭你，这废物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？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南宫少爷不是武道宗师吗？周白，即便你有几分实力在身上，但这是叶家私宴，我绝不容许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闹事。
别误会，将死之人，我可是很尊重的。你什么意思？3，你这个废物，又要耍什么花样？2，你的这点小把戏已经被我们给识破了。就算你再能打，药王谷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叶小姐此时气息畅通，心脉强劲，想必已经是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周白，你不要以为这样说我就会害怕，我叶倾城也不是。咦，你数也数完了，我看你我。叶小姐，叶小姐，叶小姐，怎么会这样？叶小姐的气息越来越弱了。楚晨义，你不说我家小姐恢复了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已经用5行通脉针为叶小姐全身打通了经脉。我早就说过，叶小姐没有病，而你们偏偏不信。我是真的想不明白，李长青怎么会找到你这个草菅人命的庸医当弟子呢？一派胡言！那叶小姐得的不是病是什么？而且还是最阴险歹毒的噬心蛊。这噬心蛊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噬心蛊啊？我看你就是胡说八道！哎，你这个废物啊，都到这种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风言风语呢？什么噬心蛊啊？我看你是玄幻小说看多了吧你！周白都这样了，你别乱说话了。楚晨义，现在怎么办？是啊，楚神医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叶小姐生机消散，心脉断绝，即便是在下也挥天乏术，除非师尊大人亲自出手。师尊，叶家公馆到了。对，就是这里，主人就在这里。李长青，李长青来了也没用。你放屁！师尊大人有掌握逆转生死之术，有逆天之能。药王谷，药王李长青到！药王大人来了！药王谷李长青来了！快点！刚才那个家伙说让药王大人5分钟之内来叶家公馆，看来那个家伙真的有这个本事。难道老身看走眼了？真的看错了这个废物？你们知道什么呀？药王谷和叶家颇有渊源，他这次是专门为叶小姐来的。徒儿拜见师傅。药王大人，我家小姐突发恶疾，还望您不吝出手。老夫今天来此啊，就是为了恭迎主人归来，由不得半点疏忽啊。主人？这什么人有资格做药王大人的主人呢？没想到叶家私宴还有这等存在。不过叶家与老夫也算是颇有渊源，老夫不妨出手一试。这叶大小姐气儿都没了，这还会有救吗？药王大人出手，就是叶小姐有个3长2短，也能起死回生。药王大人，我家小姐她生气尽失，脉象全无啊！真的是被他猜中了。难道叶小姐真的没有病？是心蛊？什么蛊毒？你说是蛊毒当中最为歹毒的噬心蛊？药王大人，您是神医，肯定能治好我家小姐的病，对不对？连药王大人都束手无策，难道真的像周白说的那样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药王大人掌握着起死回生的逆天手法，怎么可能救活来？普通的蛊毒对老夫来说根本就不成问题，但是这噬心蛊可是蛊毒当中最为歹毒的一种，这噬心蛊根本就没有药可救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是主人他能够亲自出手。您的主人？没错，主人他功参造化，手段通天，老夫这些伎俩在主人那儿来说呀，就是萤虫与皓月争辉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只要是主人能够出手，我想叶小姐一定能够起死回生。药王大人，我问一下，
这您的主人是谁啊？是啊，药王大人，您说的主人在我们叶家的宴会上，那他究竟在哪儿？我就在这儿。我就在这儿。哎，你这个废物啊！药王大人都来了，你还在这装呢，不知死活！药王大人，就是这个人口出狂言，把您和药王谷医术贬低的是一文不值啊！他要让您给他跪下，奉他为主，此人如此羞辱药王，可真是罪不可赦呀！我劝你诛杀此人，以正药王谷的威名啊！恳请师父出手，诛杀此人，以正我药王谷威名。掌嘴！小子，得罪了药王谷和药王大人，你死定了！哎呀，两位师弟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啊，应该打他的。对呀，药王大人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以南宫少家主的身份保证，我说的话句句都是属实。哎，药王大人，我可以向您证明，楚神医和南宫少爷说的都是真的呀。我建议您啊，把这个废物的腿还有手全部砍断，然后再把舌头连根拔起来以儆效尤，让他知道得罪药王谷是什么下场。你确定这么做吗？我当然确定了，不能让得罪药王谷的罪人逍遥法外呀！再张嘴！药王大人，长青，来晚一步，请主人降罚。啊！老师没看错吧？药王大人怎么居然给这个废物跪下了，还喊他主人？原来你就是奶奶口中那个惊天动地的大人物。周白，你到底还要给我多少惊喜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个许家废墟竟然是药王大人的主人，他竟然是师尊大人的主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药王谷都创办了多少年了，他才多大呀？怎么可能是药王大人的主人呢？起来吧。是主人。主人手段通天，岂是你们这些凡人能够想象的？周先生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还请不计前嫌，救救我家小姐。主人，小姐中的是蛊术当中最歹毒的噬心蛊，长青愚钝，有我在，他死不了。周白，没事吧？你家小姐已经好了，谢谢周先生。周白，小心！主人，他怎么样了？这世上怎么还有主人医不好的伤啊？并非是我无法治疗，而是……师祖，叶家叶小姐求见你，让她滚！和叶小姐说，她有办法救许小姐。这许小姐倒是个能撑起家族事业的人。小姐，您大病未愈，有什么重要事情也不急于一时。许小姐是因我而受重伤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那位周先生医术无双，我们过来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小姐何必纡尊降贵？原来你们是这么想我的。周先生，我们并非这个意思。哦，对了，许小姐现在怎么样了？她中了蛊。蛊？难道跟我一样中了噬心蛊？不，她的蛊比你中得多。你先中蛊，然后牵连数年。叶小姐，你不该一无所知吧？蛊，这世间最毒之蛊，莫不出自巫蛊门。这噬心蛊更是巫蛊门独有，但我叶家从未得罪过巫蛊门，他为何要加害于我？难道他是冲着此次登仙大会而来？
小姐有所不知，30年前南宫家就有一位族人加入巫蛊门，可惜让那南宫爵跑了。看来这南宫家现在已经是巫蛊门的棋子了。巫蛊门，登仙会，这个稍后再说。叶小姐，你刚才说有办法可以救舒颜，是什么办法？即使是交出药王大人的周先生，也没办法救许小姐。人世间的蛊，我自然能解，但是这个蛊，最狠毒的蛊虫是需要人血喂养的，血的主人越强大，吸食其血的蛊虫也越强大。而舒颜体内的蛊虫吸食的血是我巅峰时期的血，若要解开，除非……是这样的，登仙大会乃是长生门门主为迎接那位大人物归来，我们叶家有2个登仙大会的资格。若周先生前往登仙大会见到那位大人物，也许能为许小姐讨得一份机缘，届时许小姐自然无碍。罢了，你先跟我说一下巫蛊门，它是什么来历？为什么要针对登仙大会？周先生有所不知，这巫蛊门乃是不亚于长生门的势力，而且如今那位大人物即将出世，所以这巫蛊门自然忌惮非常，便想借此次登仙大会对那位大人物不利。一群蝼蚁罢了，还奈何不了我。周先生慎言，冒充那位大人物可是死罪，若是追究下来，即便是我们叶家也保不了周先生。主人，叶小姐她说的对啊，长生门乃是天下第一仙门，如今呢又有一位大人物即将出世，您千万不能得罪啊。周先生自然非同常人，但和那位真正的仙人比起来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那位大人物啊，可是连长生门门主都推崇备至的存在，而此次登仙大会呢，更是与以往不同。哦，有什么不同？因为这次登仙大会也是那位大人物的接风宴，若是谁能在此次登仙大会得到那位大人物的青睐，便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主人，长生门的门主清玄仙人实力不容小觑啊，您还是小心为妙。我就是你口中的大人物啊！莫非主人您与那清玄仙人也有交情？你说小玄子，他只不过是我当年身边的一个小道童罢了。没想到强如清玄仙人，曾经也追随过主人您呢。周先生，你对我有恩，我铭记于心。但若你对长生门、对那位大人物不敬，我确实不能坐视不理。毕竟我已经是长生门的记名弟子。没想到叶小姐已经成为了长生门的记名弟子啊！不错，登仙大会对我家小姐来说不过是走个流程，等登仙大会结束，小姐就会成为长生门正式弟子。登仙大会的名额我已经给许小姐了，另外我还会把叶氏集团一部分生意交给许小姐，来报答周先生的救命之恩。但若周先生还有其他想法，我劝周先生还是尽早打消这个念头。我知道周先生身手不凡，但我们不合适，也只有那位大人物才配做我叶倾城心目中的大英雄。当年我与师妹修仙隐居，龙城秘境，你的项目竟然取了这个名字，到底是无意间的巧合，还是真的故人归来？主人，巫蛊门欲图在登仙大会上对您不利啊，这件事儿要不要通知长生门？不必。巫蛊门既然敢伤了舒颜，那我就不介意利用巫蛊门彻底恢复实力。成仙之人，人间九转，踏足仙之巅，而10转后脱仙身塑神格。若是成神，自然能除掉舒颜体内用我的血喂养的蛊物。师尊许久不归，我这长生殿简陋，万一师尊不满意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不如查一下现在师尊喜欢什么，那不就……一查，师尊所在的许家正是这个游戏的开发商，师尊也颇为喜爱。啊，主人，这是……恭请师尊安。徒儿冒昧搅扰，欲将登仙大会设在师尊故地，不知师尊意下如何？云，故地
龙城秘境。哎，奶奶，这登仙大会每年不都办在长生门吗？今天怎么突然换地方了？哎，你懂什么？龙城秘境，那是传说从来没有对外界开放的仙人居所，那是真正飞升过仙人的。更何况，今天这位大人物会出现在登仙大会。据说啊，这个大人物啊，就是那个飞升的仙人。不愧是天下第一仙门呐，居然将登仙大会办在了仙人居所呀！看那儿，测灵石后有传送阵法，可将我等传入到龙城秘境大殿。因此啊，今年来的世家不知道比往年多多少啊！哎呀，如果说南宫少爷真的能拜在长生门，甚至能得到那位大人物的青睐，那南宫家族岂不是京城第一世家了？他怎么来了？哎，你怎么什么地方都敢来啊？当众羞辱南宫少爷就是死罪了，等南宫家族的人来了，你必死无疑。南宫家算什么东西？周白，你闭嘴！登仙大会来的可都是高手，南宫爵的父亲那更是武道大宗师。你趁着南宫家还没来，你赶紧滚！走，往哪儿走啊？既然来了，那就别走了啊！走？我要是走了，这登仙大会还怎么开？笑话还？你以为你自己什么东西啊？难道说这登仙大会是为你举办的不成？还真被你说对了，这登仙大会确实是为我开的。你，奶奶，周白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长生门那位大人物才是真正的仙人，你找死别带上我们许家！这世上还没有人能奈何得了我，即便是仙人，他又算得了什么？这个丧门星也真是找死啊！南宫少爷，这个废物跟我们许家没有半点关系啊！别因为他连累了我们许家。放过你们许家也可以啊。那天我见过的许淑妍，今天晚上送到我的床上可以吗？哎呀，南宫少爷，好说啊！等这个登仙大会结束了，我就给你送床上去。哎呀，看到了吗？今天晚上你的女人嫁到我的床上。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哎呦，手！废物！你赶紧给我放开！那可是南宫少爷！你敢伤南宫少爷，你就不怕惊动长生门那位仙长了！别说是你断他的手，你断他的脖子又何妨？你这个废物！今天登仙大会若惊动了长生门的仙人，别说是长生门的弟子，即便是清玄亲自来了，他也只会乖乖跪在我面前，然后俯首称臣，教训你这些败类。你敢对清玄大人不敬，你可真是无法无天了你呀！我只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道歉，要么谁这么大胆子，敢让我南宫傲的儿子下跪道歉呢？放了我儿子，我还能留你个全尸，否则怎样？否则我让你死无全尸！南宫家主可是武道大宗师，他要杀死一个人，简直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今天你这小子死定了！南宫家主，刚才啊，就是这个货说，不但要拧断南宫少爷的手腕，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，就算清玄仙人在这儿，也得跪下来对他俯首称臣，甚至自己还敢冒充那位大人物。所以我想请南宫家主即刻住手，真杀此人！敢冒充那位大人，小子你真是胆大包天呐！识相的马上放开我儿子，老夫还可以给你个痛快的，否则
惊动了长生门那些仙人，想死都难呐！你说清玄，他还没有那个胆子，真是冥顽不灵。既然你想死，老夫成全于你。就凭你，你也配？找死！哼，小子，难怪你这么嚣张，确实有两下。只可惜呀，今日啊，注定让你必死无疑。是吗？既如此，那我就先废了他。奶奶，这个废物居然真的弄到了南宫少爷的手腕。不是那么简单，他直接废了南宫少爷的灵根，手腕断了可以接受，但废了灵根，南宫少爷这辈子不可能拜入长生门。本以为这个废物有些实力，勉强可以做我许家的赘婿，没想到他居然不知进退，竟敢在登仙大会上当众行凶。这下他不仅得罪了南宫家，还得罪了长生门。即便他与药王李长青关系匪浅，也难免一死。许淑妍，这就是他选的好老公，今天必死无疑。你废了我的灵根，断了我的灵源，留你一条狗命，已经是对你仁慈。小子，你竟废我儿子灵根，断他灵根又如何？他三番两次辱我妻子，我留他一条狗命已经是天大的恩赐。如果再敢挑衅，别说是他的命，整个南宫家族都要因此而覆灭。我南宫家乃是百年世家，你竟然叫嚣灭我南宫家，灭了又何妨？还请南宫家主即刻出手镇杀此人，以儆效尤。杀我，他还不够格？什么人敢在登仙大会上如此喧哗？这是萧家主，萧家主可是长生门外门长老，修行更是高于悟道宗师，已非凡人，而是传闻中的修行者。废物就是废物，仗着自己有点本事，就敢在登仙大会上胡作非为。现在萧家主来了，我看谁能保住他。修行者，我看这个废物今天死定了。萧长老，正是此人，他不仅冒充那个大人物，还公然的废了我儿子灵根。萧长老，你可要为我儿做主啊！小子，你胆子可真大，居然敢在登仙大会上动手！你有把长生门放在眼里吗？你有把清玄仙人放在眼里吗？萧长老啊，萧长老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此人非但不把长生门放在眼里，而且还不把长生门即将出现的大人物放在眼里，甚至大放厥词还说即使清玄仙人见了他，也得跪下来对他俯首称臣呐！什么？萧老家主，此人不仅废了我儿的灵根，还公然的对清玄仙人和那位大人物不敬，还请萧老家主出手废了此人灵根，以儆效尤。小子，你别怪老夫以大欺小，犯下这么大的错误，必须要受到惩罚，否则我长生门颜面何在？周白，你断我手臂，废我灵根，今天我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！看来是我刚才下手太轻了。小子，你干什么？我劝你速速放开我儿子，否则不但你今天要死，连他们也要给我儿陪葬。小子，我劝你最好不要乱来，否则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你这是在威胁我了？不是威胁，而是事实。南宫家乃我萧家盟友，你敢动南宫少爷，就是与我萧家为敌，与整个长生门为敌。小子，我承认你确实有两下子，但是在萧老家主面前，你那点道行不值一提。我劝你，今日你若敢动我儿一根汗毛，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都得死。你这个废物，当真是要害死许家不成？不是你这废物，你自己找死，别连累我们许家行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他们口中说的清玄仙人来了，也得在我面前乖乖跪下。
然后俯首称臣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。听清楚了，你若敢动我儿一根汗毛，所有与你有关的人都得死。哎，爷爷，难道仙人也喜欢玩世俗的游戏吗？仙人怎么可能玩这个？可这些都是游戏周边啊，而且还是出自一个小家族的旗下项目。此次大会是由清玄仙人亲自部署的，难道这个小家族与清玄仙人有什么关系吗？难道什么？这个废物居然杀了南宫少爷！疯了，疯了！我看这废物真是疯了，当着南宫家主和萧家主的面杀了南宫少爷。奶奶，许淑妍，你挑的好玩意儿！这下我们许家彻底完了。都怪许淑妍，都怪许淑妍！小子，竟敢杀我儿！我未杀你，只是小惩一下。现在抬走服用9天玄丹和1000年灵参，或许还可以救一下。来人，送少爷回府！小子，老夫今日别让你看我真正之手段！敢废我儿灵根，我让你血债血偿！南明离火，有点意思，不过在我面前还不够看。我南宫家的南明离火，即便是萧乾隆这样的修行者，也得忌惮3分。此次居然能破掉我的南明离火，难道他和萧乾隆一样，也是修行者？不，这不可能！他才多大呀？怎么可能是修行者？除非他是长城门即将出世的那位大人物。小子，你不会以为挡住了南宫家主一掌，就敢在老夫面前放肆了吧？萧老家主，此人不仅小觑清玄仙人，还冒充了一位大人物，公然的在此登仙会上当众行凶杀害我儿，明是不把长生门和清玄仙人放在眼中啊！萧老家主，还请你亲自出手诛杀此人，为我儿报仇啊！南宫家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还令郎一个公道。老东西，一把年纪了才堪堪筑基，你怎么好意思在我面前大言不惭啊？小子，我从未见过像你这么狂妄的后生晚辈。也罢，既然你诚心寻死，那就别怪老夫无情了。萧乾隆，登仙大会在即，你身为本门长老，竟在此大打出手，眼里还有门规，还有清玄仙人吗？叶晴天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此人在登仙大会上当众行凶，已是犯了死罪。你作为本门大长老，莫非你要包庇他不成？你还知道我是本门大长老？叶晴天，你当真要徇私舞弊包庇此人？你可知此人非但当众行凶，伤了南宫家主的儿子，还对清玄仙人和那位大人物不敬。今日即便你是本门大长老，我也绝不容许你包庇他。周白，萧长老所言是否属实？自然属实啊！今日在场之人皆可作证。此子有辱清玄仙人在先，公然冒充那位大人物，在此登仙大会大打出手，伤害我儿，累累罪行罄竹难书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杀不足以安人心。叶老先生，您贵为长城门的大长老，今日之事若不能妥善处置，日后谁还肯为长生门效命啊？周白，你太冲动了，
如果你没有当众行凶，凭我爷爷的身份，肯定保得住你。而且你忘了，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吗？一个蝼蚁而已，废了就废了，省得他仗势欺人，祸害人间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不是叶小姐，她自己找死跟我们徐家没有半点关系啊！求你帮帮你。周白，登仙大会你当众行凶，即便我爷爷是长生门的大长老，又如何包庇得了你？小子，你先是对清玄仙人和那位大人物不敬，又在登仙大会上当众行凶。今日老夫依照门规废你修为，折你4肢，你可有不服啊？废我修为，折我4肢，你也配？放肆！竟敢对萧家主不敬！你这是没把长生门看在眼中啊！别说是区区的长生门，就连你们口中所说的清玄仙人，在我眼里也不过如蝼蚁一般。他要是知道你们敢这么跟我说话的话，你们一个个吃不了兜着走。狂妄！既然你执意寻死，就莫怪老夫无情了。九龙御天诀，小剑龙居然练成了九龙御天诀。人人前人虽然有本事在身，但是面对九龙御天诀，恐怕……你能不能……九龙御天诀，这门绝学在你手里，简直是明珠蒙尘。找死！也罢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什么是真正的九龙御天诀。且慢！叶晴天，你作为本门大长老，当真要包庇这个屡次出言折辱上位的小子不成？清玄仙人对这位大人物推崇备至，如果他真的是那位大人物，那他的资质一定不凡呐。叶长老，你该不会以为这家伙就是那位大人物吧？他若是那位大人物，那老夫便是天上的仙人。爷爷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为难了。此乃测灵石，内有本门设置的3关，同一关者资质为3品，可谓长生门记名弟子，如叶家、萧家一般，成为100年世家。同2关者资质可谓2品，成为正式弟子，如我与萧老家主一般，负责后代一步登天呐。至于第3关，若为1品资质，则会呈现出3种颜色，如青橙一般，被清玄仙人收为记名弟子。待登仙大会结束以后，正式拜师，成为清玄仙人正式传人。届时老夫我见了青橙也要行礼呀。没想到叶小姐竟然是1品资质，看来叶家后继有人了。是啊，叶小姐是3品灵根，仙缘根骨比叶长老还深厚，将来长生有望啊。可爷爷，那测灵石内第1关的守关人是？好，叶家主果然爽快。不错，若是那位大人物，仙缘根骨必定不凡。莫说1关呐，怕是3关也是在他举手之间的事情。既然南宫家主没有意见，小子，你可敢一试啊？有何不敢？希望你进去之后能保得住命。丑白啊，这一切啊都是你这个废物咎由自取。等会儿要是通不了关，我看你小子怎么收场。昨日因今日果，敢在登仙大会大放厥词，就必须为你的言行付出代价。哼！这小小子，他臭的什么肥？你在等什么呢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妄想做挣扎呢？哎呀，废物就是废物啊，一辈子做不了真龙。已经进关了吗？你不会真的以为叶晴天要救你吧？他只是把你送到了我的手上。周白，这关的守关人是我。
爷爷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萧长老作为第一关的守关人，这周白如何抵挡得住啊？是他先大言不惭，就应该承担后果。若他真的有闯关的本事，第一关过后，掌门人就应该有所反应。是他的危机，也是他的机遇呀。可守关人面对闯关者，只是测试资质，向来都是点到为止的。但是面对周白，这萧长老岂会收手啊？那就看他的命了。外门长老守关，按照规矩并不会下死手，但我看你并没有这意思。狂妄至极，不仅藐视清玄仙人，冒充那位大人物，不将你斩杀于此，不足以平息我心中之怒。方才被叶晴天阻止，现在没人救得了你了。哎！好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你怎么挡得住九龙御天诀？这九龙御天诀本就是我传给小玄子，你说我为什么会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的九龙御天诀跟我的不一样，你的是假的。好啊，竟敢偷学本门绝学，罪加一等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是你口中说的那个大人？我施展的九龙御天诀，莫说是你，就连你口中所说的清玄仙人也远远不及。一派胡言！我这出去召集门派众人将你处死。那你为什么不在这关打死？难不成你打不过我？你罢了，既然你想出去，那我就送你这一掌。就是不知道我这一掌法，你接不接得住？嘿，有人通过第一关了。这不是通关，是将守关者打败，直接撵了过去。这人是谁？怎么算不出啊？怎么还没动静？爷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玩游戏啊？我为什么不能玩啊？我看呐，你也下个龙城秘境玩玩，咱们组团升级。我看呐，你未必能玩过我这个老头子。爷爷，年轻人别急躁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也不会这么快出来的。爷爷，他通过了。周白他好大的胆子！叶晴天，周白他偷学本门绝学九龙御天诀。如果你还记得自己是本门大长老，就立刻诛杀此人。什么？偷师？奶奶，周白，还苦我等啊！九龙御天诀，那可不是寻常人能达到的。难道真的是那位大人物？小长老，莫急，我这便试试他。毕竟第二关守关的人是我。周白，你怎么才回来？舒言，你没事了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倒是你怎么才回来？好啊，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？那怎么会？你没事就好。就是我感觉，我好像忘了什么。哎呀，我就说呢，幸好你提醒我了。菜已经做好了，我现在端过来。舒言，舒言，叫我干什么？没事，我来端菜。日子要是一直这么过下去，多好啊！第二关为测人定力，看闯关者内心是否坚定，能否突破幻境。幻术嘛，是老夫我最擅长的。原来你想要的也不过如此。毕竟年轻人内心哪有那么坚定？周白，你愿意一辈子
和我这么生活下去吗？我现在已经掌握公司了，奶奶也接受你了，而且我们以后还会有自己的孩子，你就说好不好嘛？周白，这一关你要是赢了，哼，你就输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周白，你还是输了。原来这就是你第二个，还算有点意思。你没被幻境迷惑？我被幻境迷惑？被幻境迷惑的不应该是你吗？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你心里从来没有认为过我会赢，所以我便随手捏造了一个符合你心意的幻境罢了。你相信了我的失败，叶长老，你也太沉浸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什么时候施展的？你的幻术怎么可能超过我？你的幻术？你的幻术很厉害吗？仙人指，莫说是幻境，哪怕是随手捏造一方小世界，也是随手可为。仙人，好了，第二关该出去了。哼，爷爷的幻术已经登峰造极，这一关周白不好过呀。什么情况？过了，过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啊！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你，叶晴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对这小子留手了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好你个叶晴天，面对偷学本门功法之人，你居然留手！你还记得自己是长生门大长老？真是，还是虚幻？什么？周白的成功了，还是失败？不对，我是想让他成功，我还是想让他失败？他成功了。哎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叶长老，你不会为了掩饰自己放水，故作此般姿态吧？周白他的幻术远远超过我，难道他真的是那位大人物？叶长老，开玩笑也该有个限度吧？周白，就他到底是不是三关，我们就知道了。请听三关守关的人士。又念过了第二关，此人是谁？即使是我，也算不出此人身份。难道是？何人？时间未到，竟敢擅入龙城秘境！小玄子，没想到这第三关是你呀！哼，这么久没有动静，想必清玄仙人定然是处理了那小子。清玄仙人绝不轻易动手，你怎么知道周白被处理了？那还用问吗？那小子先伤我儿在先，后又侮辱清玄仙人，冒充那位大人物，清玄仙人又怎会让他轻易通关呢？此事清玄仙人尚且不知。清玄仙人手段通天，登仙大会如此郑重，想知道什么还不是举手之间的事？完了，奶奶，你说这个怎么办呢？我们把清玄仙人给得罪了，怎么办？那是清玄仙人，我们竟然得罪了仙人！凡于此界登仙大会之人，速进龙城秘境。哼，这么久没有动静，想必清玄仙人定然是处理了这小子，要我等前往面见那位大人物。周白那小子还用说吗？难道是我高估了周白？大家别等了，我来施法，众人跟我一起出发吧。那人呢？众人修为，难道我的修为不够吗？苍天不公啊！奶奶！哼，周白，你怎么还没死？你最好少打扰本尊打游戏。狂什么狂？萧乾隆，你可知罪？清玄仙人，
我何罪之有？我知道了，我等未曾能够诛杀这个侮辱你的小子，我等有罪。仙人，周白并非有意冒犯。清玄仙人，周白能力不错，连闯2关，实乃奇才呀！王仙人从轻发落。哎，叶长老此言差矣，奇才就能侮辱长生门了吗？奇才就能无视清玄仙人了吗？奇才就能够冒充大人物了吗？叶长老别忘了，你可是长生门的大长老。好大的胆子！弟子清玄率长生门众人向师尊请罪。你既然是清玄仙人的师尊，周白居然是清玄仙人的师尊，那他岂不是我的师祖？没想到啊，我还是低估了周先生的身份呐！若非师尊当年授我仙人道法，徒儿现在早已是一捧黄土了。如今迎接师尊归来，却让师尊受如此大辱。起来吧。是师尊。师尊，这几个人该如何处置？二弟，救我！不愧是活了10世的半世仙人，佩服佩服！南宫恨，你这个叛徒，居然还没有死！没想到吧？我不但没死，还在门主大人的培养下练就了一身的本领。如今，即便是他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我二弟那是天下无敌，为什么能投靠我二弟呀？他又怎么能会九龙御天诀呢？若不是南宫大长老暗中相助，让我取得了这个老家伙的信任，这个老家伙又怎么心甘情愿地把九龙御天诀传给我？萧乾隆，今年立下的功劳和修为，就是跟这个南宫恨在演双簧，是吗？现在才想明白，太迟了。我要替尊上手刃你这个逆徒！爷爷，怎么会这样？爷爷竟被南宫恨随手一击重伤，他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你竟然还敢挑衅我！没想到当年的一念之人，竟酿成了你这个祸害。也罢，今日我便请你门户。哇！清玄仙人亲自施展九龙御天诀，南宫恨必死无疑。九龙御天诀很强啊！吞天魔功！吞天魔功，没想到无辜门主这种邪恶的技术交给你了。若是没有此等手段，我怎会自曝身份？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清玄已败，尔等还不速速下跪臣服？我等愿意归顺，我等愿意归顺。区吞天魔功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，小玄子，这就是你培养出来的？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二弟呀，不可放过此人。小子，少在这里装腔作势！你真当本座不知道你的身世吗？即便是仙人，在世间也只能停留9世。若是强行逗留人间，便会遭到天谴。而你便是传说中那活了10世的人间仙，极道天尊。10世人仙，他竟然是高不可攀的10世人仙。周白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可惜啊，你逆天而行，不可飞升仙界，招致天谴加深，
如今的你又剩下1分修为啊！周白，时势天险，原来你们仅仅只知道这些。即便本座只剩下1分修为，杀你易如反掌。周先生，求求你救救我爷爷吧！只要你能救活我爷爷，京城愿为奴为婢，终生侍奉先生左右。没用了，我心白居死，回天乏术。周先生，请不要在我这把老骨头身上再费力气了。本座要谁死，天王老子也救不了；本座让谁活，阎王也要拒本座3分。大言不惭！那么今天就弑神屠仙，送你这位时世人仙下黄泉！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！嘿呀！他怎么可能如此啊！好了，我谢周师祖。不愧是时世人仙，居然连吞天魔功都奈何不了你。门主，清玄小儿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你还记得本座。今天我就借南宫小子家的身子，再会一会你。吴青云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要他的时世修为。本座布局多年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以他时世的修为，铸就本座成仙之路，你们应该感到庆幸，因为今天你们不但能见证一位时世人仙的陨落，还能见证一尊人仙的诞生。师尊，你先走，就算拼了性命，要拖出此人一二。清玄，你若是没有受伤的话，还能抵挡本座一二。可是你现在受了吞天魔功的伤，你不是本座的对手。现在本座给你一个机会，杀了他，本座给你留条活路，否则的话杀我？你够这个资格吗？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嘴硬？你当本座不知道你活一世，受天谴所伤，一身修为无法发挥。与其如此，倒不如便宜了本座。清玄，动手！我呸！其实就算我拼着一死，也不会让你得逞。不知死活，受死！周白，周白，你没事吧？周白，本座布局多年，今天终于成功了。时世仙又如何？本座今天就是要吸干你的修为，成就本座的成仙之路。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！不行，你还活这么大年纪？你这不可能！你明明中了本座的全力一击。即便本座遭受天谴，即便本座修为实不存异，也不是你这种蝼蚁可以冒犯的。你居然盗袭本座的修为！不行，你以为本座不知道你的算计？当年警示，你盗我鲜血，害我师妹，让我无法完成大成功法。今日该你还回来了！我不甘心啊！修为终于恢复了，恭喜师尊，
贺喜师尊，恭喜师尊，贺喜师尊。舒言，你没事了，只可惜我不能陪你到最后了。仙界尚可不离，神界我就不得不去了。谢谢关注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关注，谢谢你的支持。连我身边不玩游戏的朋友都知道这款传奇游戏。谢谢关注。是的，是的，游戏策划的太棒了。难道您真的见过仙人吗？可能吧，或许我真的见过仙人。谢谢你的关注。可以帮我签个名吗？我很喜欢你设计的游戏。